念。果然没有骗我，醉者之血可以复苏心事。不可！
我从小呢，就在这玉棉湖边长大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覆盆子啊。我一会儿摘给你啊。你是困了吗？还是不想听我说这些啊？不是，我讨厌血，不想看到自己手上有血。这个世界啊，乱糟糟的，好多东西呢，我也不想看。死亡啊，离别啊，受伤的动物，被山火烧掉的树林，等等等等，我都不忍心看。后来呢，我学会了一个厉害的法术。什么法术？把手圈起来，只看自己喜欢的。为什么哭？我没有。那眼睛怎么红了？被一股刺鼻的香味熏了眼睛。你一直编造谎言，
说我身上有怪异的香气，究竟是何目的？边早，你自己闻不到吗？我平日只吃素食，每日沐浴更衣，除你之外，从未有人说过我身上有什么怪异的味道。可能他们被你熏到久了，杯子已经坏了。在本座面前，不要放肆。你打算关我多久？当年他为了找到恩人，在对方身上烙下了同自己一样的印记，这样哪怕恩人生死轮回，泯于人海，改换容颜，他也能凭着这个印记找到他。还记得向韦大人求姻缘符需要做什么吗？托举依我，坦诚相见。所以，是为了寻找印记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。那小维的月相是？亏欠的亏。亏月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我在看花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之前，我好多次发现你一直盯着花发呆。你很喜欢花吗？你很喜欢花吗？他们都喜欢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可我只喜欢花。可再美的花也会凋谢，留不住的。正是因为留不住，才更美、更珍贵，不是吗？陆姑娘，我们真的不认识吗？我们应该认识吗？你手脏了，我帮你擦擦。陆姑娘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府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陆姑娘，
你心跳得很快，是不是撒谎了？我撒谎？你脸红什么呀？那你是承认了？那个时候，你也背着这个布娃娃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玩娃娃的可不多见。想不记得你，都难。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偶，他是我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伙伴。看来你都记得，可我对你的记忆却一直很模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送你一束没有枯萎的野花，不要再难过了。忘记我。可能是你见的漂亮女孩子太多了吧？哪有自己说自己漂亮的？漂亮，很漂亮。你不用自己说，我来说。正事儿不做，跑来这赏花，玩布偶。你吓我一跳！什么时候跑过来的？你听到了多少？正事不是要等到晚上才做吗？对了，我真的有事情想请阿基帮个忙。你说。这个是小薇陷害我，引我去染房的字条。太可恶了！去看看这纸条上的字迹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你可真会差事人！你快去呀！他平时就这样。要是整个晚上月亮都不出来的话，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要失败了？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当家的遗体理应存放于祠堂，待打理好后事，入土为安。你们这是想干什么？诸位稍安勿躁，韦家主之死，乃妖物所害，必须驱除邪气，才能得以安息。天亮之前，所有人必须待在院子里，为韦当家尽魂引渡。尽魂。
都是韦家主亲近之人，都必须待在院子里，直到天亮，仪式便能完成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寸步不离守着大家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月烈小薇，姐姐真是聪明。不过，他们几个能行吗？我们真的不去看看？你是担心他们呢，还是觉得待在这里太无聊了？又被姐姐看穿了。真没意思。我们之前已经暴露了身份，不能让小薇发现我们已经回来了。乖乖待着，别忘了，我们等在这里，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好吧，听姐姐的。我要出宫，这么急啊？我陪你去吧。小薇还没抓到，柳公子一个人，怕是有危险。我堂堂武将之后，还怕他一个狐媚之妖？你留在这里操持吧。一个大男人陪我去茅厕，简直荒唐。还是让他陪你去吧，这样大家都放心些。韦夫人也这么急啊？这里风大，我回屋拿件斗篷。好。这无星无月的，罗管事是在看什么呢？无星无月，夜煞之时，我只是有些害怕。柳公子一直不停在抬头，不知是在看什么。想赏赏月色，可惜啊，这乌云不识趣，将这月华美景都给遮住了。原来柳公子喜欢赏月，可平日里你总是闷在屋里头，晚上从不出门。我睡得早。今夜月色晦暗，天黑路不好走，我还是在前面为柳公子领路，我们速去速回。
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吴法师不服我就算了，为何还要一副吃人的表情？自从表哥不在了以后，这微府人心都散了，下人们偷懒、闲散，连这走廊上的积水都不清理。唉。仪式还未结束，罗管家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一趟染房。大半夜的去染房？法师有所不知，制作染料的工序繁杂，原料浸渍的时间随天气和温度而定，需不断观察。如今家主虽然不在了，但韦家的生意还是要继续的吧。偌大的韦府，这些小事还需要你亲自盯吗？近来韦府凶事频发，下人们早已人心涣散。生意要紧，就让罗管事去吧。我陪你。罗干事，辛苦了，夜里风凉，保重身体。谢谢。玉小姐呢？她说回屋拿件斗篷。我去看看。下人们偷懒、闲散，连这走廊上的积水都不清理。果然，狐狸就是爱撒谎。你决定好了？只要抓到了小维，我就能进入噬灵宗，然后杀掉龙神。你们几个人里，有一个人就是我要抓的挖心凶犯。
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姓武的绑的我。他中毒了。怎么会？阿姐，别担心，有厉害的噬灵宗法师在呢，没事的。他应该是被人下了毒。姐夫一向跟人无冤无仇的，会是谁呢？他中的应该是慢性毒，需要分开多次，一点点下，一定是他身边之人才能下手。要是时间再晚一点，恐怕就回天乏术了。但是，他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啊。原本呢，我是可以用法术将他体内的毒吸出。但现在我戒指里的法力只剩1成，救不了他。连厉害的法师也救不了吗？灰狼，灰狼，灰狼，怎么会这样？如果能早点找到解药的话，或许能救他。哎，我有。走了。走了，走真的。了。多谢季公子啦！啊，不用谢，还有一个伤患呢。玉小姐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。可是，季公子刚刚说的，你的法力止于1成了。你还能替我疗伤吗？还有别的办法？那，噬灵宗特制金疮药更好用。那，你不要啊？想劳烦季公子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上一上药吧。我不太懂，怕弄错了。哦。好啊。
好了。多谢季公子。不客气。玉薇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？季公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前厅看看吧。他们可能在审问吴法师。哦，好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武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武时光法师，请留步。韦家主不愿意雇你，那我可以吗？罗管家，我姐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民间法师合谋出这等荒唐事，你真要找帮手，也要找释灵宗的正牌法师，对吧，季公子？很对啊。不过罗管事的担心也没错，韦家主被下毒，确实有人要害他。不怀疑妖，却在怀疑人。妖狐明明就在韦府，昨夜死了2人，其中1名还是释灵宗的丹花法师。如此凶残，要不是我提前把韦家主藏了起来，说不定……我还能喝，还能喝。酒呢？酒。坐下吧。给柳少爷备一碗醒酒汤。是。妖物害人，何须下毒？直接挖心便是。假新郎聊完了，是不是假新娘也该聊聊了？别一直假新娘假新娘的唤我，我有名字的。我姓雾，雾里看花的雾，妄言则乱的妄言。我爹娘给我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叫我不要乱说，不要胡说。所以，我说我不是狐妖呢，就不是。可你身上确实有妖狐的气息。金灵法师，你这是盯上我了。若真对我有意思，不如私下聊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孤男寡女的可不能随意私下见面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就好了。哦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这只九尾狐，好不容易寻来了这一截断尾，靠着它和主人的感应，一路追踪到了韦府。确实有九尾狐的气息。你为何要找这狐妖？你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算是吧。这只九尾狐妖单名一个韦字，他在落难时被一凡人所救，为了报恩，他不断杀人挖心，维持皮囊与灵力，只为在茫茫人海找到他的恩人，守护其一生平安喜乐。只可惜，求而不得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心心念念找他那个救命恩人。
小维的恩人是韦家主吗？我猜是的。因此狐妖一定想要杀了他的情敌，于是我就假扮新娘守株待兔。没想到，真守来了一头猪。现如今，众妖皆会画皮之术，早就不需要通过吞噬人心来维持皮相了。那小维为何要杀人呢？妖怪都是邪物，杀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妖是很坏，但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礼义廉耻，妖也并不是总想着作恶多端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总得有个理由。或许是他断尾后元气大伤，需要吞噬人心，维持人形。既然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，那没抓到小薇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韦府。多此一举。小维的恩人如今躺在床上，都快要死了，他一定想办法救人，怎么还会走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是小薇吗？布庄生意繁忙，内外都需要我打理，我不能一直留在府内。要想离开韦府也可以，还请诸位配合我一下，要承受我的血印符，这样就算逃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追踪到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士林宗法师，也要弄这个东西吗？妖会画皮，人会说谎，我怎知你是否真的是士林宗的人呢？你吓我一跳。罢了罢了，清者自清，就配合你一下吧。哎，死咒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不是我。是小薇。小薇？这狐妖难道真的法力通天，竟能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同时给我们打上了死咒？不，除了法力通天，还可以设置条件，让咒术自动生效。比如让我们这群人同时做某件事情，或者没做某件事情，都能触发死咒。
我明白。哎呦，我们都没准备贺礼。两位公子，里面人多势杂，还请留下姓名和您的随礼。你和吴文言假扮新郎新娘，自然没有准备贺礼。小维应该是在礼单上失了丑。吾送礼而入为辅者，必是别有用心之人。小维用这个条件来过滤筛选，真是聪明。哎，雨薇姑娘，你怎么也没准备贺礼啊？家里穷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咋了？这印记看起来像是月相，而且还在逐渐扩大。方才还是圆形，现在变成残月了。四周吞命，逐日侵蚀，是进则失。我不想死。虽然中了死咒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范围一下子缩小了，不是吗？想必三位的手上都没中死咒吧？中。你。中死咒的3个人中，我最怀疑刘微雪，整个人都醉得着不着北了，偏偏走，醉倒在了脂肪，我可不信。不信就对了，他是专程去找罗维的。罗维？这是什么？五时光法师设下了结界，说是可以防止妖怪伤人。挺好，挺好。喝点茶，醒醒酒。柳少爷，望你莫要再如此贪杯，太伤身了。我是为你等酒，才喝了那么许多。洛维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把我放在心上？柳少爷，缘分天定，强求不来的。都说惟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若去求一道符，
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陆威眼中只有卫青啊。哎，这为父地方不大，关系倒是盘根错节的。哟，理由头疼啊啊！可他明明就喝醉了，又如何杀人呢？那玉小姐说，昨晚一进为府，罗管事就带着她去了知坊，她和罗管事可以互相证明。相互证明，也可以说是互相掩护。头疼，怎么感觉人人清白，又人人可疑啊？烦死了！到底谁是小薇啊？放心，是狐狸的话，迟早会露出尾巴的。怎么了？我的触感没有了。嗯，那该怎么办？我可不想给你送终哦。我要是小薇，一定也会给自己打上死咒的。可那惨叫声响起之时，勿忘言、纪灵、易杰还有玉薇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哪有时间去挖心啊？妖法万千，千里之外亦可取人首级。而且，谁说小薇只有一个人，就不能有帮手了？嗯，有道理。连我身边都有你这样的特立干将，你最怀疑谁？勿忘言和玉薇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死咒开始生效了，已经没了触觉，不疼的，别担心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纪灵，一个普通法师，没有法力，却能让噬灵宗的统领乖乖听话，寸步不离，肯定有问题。唉。这烤银杏也吃不出味道了，好惨！这死咒会渐渐剥夺我们的感官，直到无感尽失。手中月相蚕食殆尽之时，就是我们命赴黄泉之日。这个小薇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得想个办法，让她露出狐狸尾巴。噬灵宗的法师听命于法师统领，那统领听命于谁？龙神啊！龙神？不能吧？就那傻小子啊，是龙神？可是龙神怎么可能没有法力啊？一直有传言，赤婉在那场浩劫之战中受了重伤，失去了所有的龙神之力。你还记得纪灵手上那枚戒指吗？嗯，他使用的妖力都是从那枚戒指上借来的。我们是追着妖气寻到这里的，你就是那个挖人心的九尾狐。那不是老天帮忙，这下不用去噬灵宗。
也能杀龙神了？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先静观其变吧。活下来再说。我得先去个地方。回庙阁。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坐以待毙？等死咒蚕食殆尽吗？抓到小维，就能解我们的死咒。而且那个纪灵和武时光也中了死咒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们啊，比我们急。他们很厉害吗？先不说别的，武时光手上的那串佛珠就非同寻常，名为12念。由12个穷凶极恶的罪者之血凝固而成，代表了12种不同的意念：善念、恶念、贪念、执念、欲念、妄念。好了好了，要是这法器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落到一个普通的民间法师手里？你真以为他是什么普通的民间法师吗？那纪灵呢？你说。他一看就是个傻小子，冲他笑一笑，连命都给。他啊，比起武时光更不简单，你可不要大意哦。有意思，那我就去会一会这个命定之人。小维教你，什么也没找到。